他的这些心思，圣皇城权贵虽不是完全了解，可也能猜出七八。此刻也只能无奈。这该死的家伙吃了那么多的天龙鱼，又吃了那么多的莲子，居然还活得好好的，这就是个祸害啊！天龙鱼被他糟蹋了，圣皇城差点被他给毁了，莲子都几乎要空了。他的同谋居然还成了圣龟，当初就不该让他留在圣皇城。看着白小纯的背影，众人心中憋屈，一个个也都相继离去。很快的，整个广场上就只剩下了一个人，呆呆的站在那里。此人正是那位刘天侯。他此刻已经不仅仅是郁闷了，而是有些失魂落魄。之前500大罪掀起的气势，化作的话语，还没等说完，就被圣皇笑声打断。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更是让他彻底傻眼。当年也是这样，刘天侯身体颤抖，身影萧瑟无比。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莲子风波在这圣皇城内已经消散，可少去的那些莲子，使得圣皇朝这一次无人能拍下。此事影响不小，渐渐已扩散至圣皇朝2大仙域内。不过相比于此，圣龟的册封才是轰动整个圣皇朝的大事，甚至邪皇朝也都震动不已。至于白小纯，这半个月里，他也难得的安静下来，一次也没有外出，整日盘膝打坐，吃下一粒粒莲子与仙丹后，他的修为与日俱增。虽还没有突破成为天尊，可距离已然越来越近。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连莲子与仙丹也都渐渐失去了效果。白小纯的修为停顿在大圆满巅峰，四前方有一层看不到的壁障，难以冲破。只差一点，白小纯有些郁闷。他知道解决的办法，要么就是依靠时间慢慢的消磨壁障，渐渐突破，要么就是需要更强猛的仙物，一鼓作气轰开壁障。与此同时，那备受瞩目的小乌龟，这半个月里可以说是风生水起，圣皇自然不会为难他，只要求每天2个时辰在圣皇修炼时处于身边，其他的时候不限制小乌龟的进出。而在圣皇城内，小乌龟的安全无虞，这就使得小乌龟可以说是要风的风，要雨的雨，哪怕他想吃天龙鱼，也无人敢管。至于莲子，就看小乌龟的心情了。他也去找过白小纯，对于之前的事情，一人一龟简单的沟通后，白小纯就一切清晰，心底说不羡慕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小乌龟每次到来，那乌龟壳都越发明亮，显然是吃得很好。更夸张的是小乌龟都胖了，哎，真是没办法。小纯子啊，你都不知道我一天多辛苦啊！那么多仙丹，我都吃腻了。可圣皇那个老家伙偏偏要给我，还有那个叫什么陈苏的天尊也是这样。尤其是古天俊，太过分了，你都不知道啊！他居然给我找了一群母龟，那些母龟也都一个个不要脸，争先恐后的要给我下蛋，好烦恼啊！小乌龟长叹一声，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可神色内掩饰不住的得意与炫耀，白小纯看得一清二楚。虽然小乌龟每次到来都会给白小纯带不少仙丹之物，可这些对于修为到了半神大圆满的白小纯而言，都不足以冲破壁障。而能冲破壁障的仙物，恐怕就算是在永恒大陆上也都不多，不然的话，圣皇朝也不可能只有4位天尊。看着小乌龟那嘚瑟的样子，白小纯想了想后，四下看了看，忽然低声开口：“小乌龟，你看龙鱼能吃，莲子也能吃，吃了后都是大补。那么你说这天池下的那些莲藕是不是也能吃啊？”莲藕？小乌龟眼睛猛地一亮，那玩意估计是最大的补药了。白小纯赶紧说道，甚至还舔了舔嘴唇：“要不你下去叼一根上来，咱们俩尝尝。”小乌龟呼吸微微急促，心底琢磨着，之前只顾着吃莲子，的确没吃过这天池下的莲藕，于是也心动了起来。白小纯眼看如此，赶紧趁热打铁，与小乌龟商量分赃之事。不行，91。小乌龟眼睛一瞪，白小纯叹了口气：“小乌龟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从血溪宗一路到逆河宗、蛮荒，乃至永恒大陆，都是我们相依如命，彼此相伴，可以说你就是我的亲人了。你吃几万个莲子，我也没说什么。如今我修为突破在即，你怎么忍心？又何必如此？”白小纯说着说着，眼圈有些发红，动之以情，看向小乌龟时，隐隐似有些痛心之意。这话语，这目光，小乌龟还是首次从白小纯这里听到看到，他也愣了一下，心中不由得升起感慨与回忆。半晌后了，小乌龟长叹一声：“罢了罢了，还是91，你9，我1，在你没突破前，我不偷吃。”小乌龟也觉得有些伤感，说完后，身体一晃，直奔天池而去。眼看小乌龟走了，白小纯眼睛一亮，原来对付这小乌龟需要用这个办法呀。第1072集，荷花蔫了。以小乌龟的速度，再加上其余圣皇朝的地位，就算是圣皇，除非是神识散开，否则的话也很难找到小乌龟的踪迹。此刻不说是神不知鬼不觉，但也相差无几。没人注意中，小乌龟已钻入天池内，目标正是这天池里的那些莲藕。整个天池莲藕众多，作为莲花的根状茎，其作用上可支撑叶柄与荷叶，下可吸纳天池中的灵力，使得花叶茂盛长存。大半在水底淤泥内，部分在外摇曳而动。小乌龟不需要怎么寻找，就直接钻到了淤泥里，
不多时便叼着一大截足有数丈长的莲藕，直奔水面。也不知他怎么弄的，那数丈长的莲藕在小乌龟冲出水面时消失不见。此刻已是黄昏，虽圣皇城内行人不少，可也没人留意小乌龟的身影。很快的，当小乌龟回到了白小纯的福地时，整个过程不到1炷香的时间。几乎在小乌龟砰的一声出现在白小纯面前时，打坐中的白小纯立刻睁开双眼，目中露出期待。成了吗？那还用说，龟爷出马，岂能失败？小乌龟得意无比，一晃之下，那数丈长的莲藕就直接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莲藕一出，立刻就有阵阵清香扩散开来。白小纯闻了一下，精神顿振，立刻就感受到此物内蕴含的灵气，比之天龙鱼以及莲子都要高出太多太多。毕竟这可是莲花的果实啊！兴奋中，白小纯呼吸急促，猛地上前一把抓住，右手一挥，将这莲藕上的淤泥散掉后，张开大口，直接就啃了过去。咔嚓一声，就咬下了一大块，入口芳甜，更有黏丝，味道之好，让白小纯眼睛更亮。尤其是感受到吃下这一口后，从体内升起的热流，白小纯激动更多。罢了，这一次你家龟爷就不和你抢了。看着白小纯那兴奋的样子，小乌龟干咳一声，他之前在淤泥下也偷吃了一些。此刻说完，身体一晃，离开了白小纯的福地，又钻入天池中。眼看小乌龟如此大方，白小纯颇为高兴，赶紧又吃了几口。这莲藕虽粗大，可却架不住此刻白小纯内心的火热。没过多久，数丈长的莲藕就全部被他吞了下去。随着吞咽，莲藕在其体内急速的融化，散发出浓郁的灵气，如同无数条溪流汇聚在了一起，成为了大河，又形成了大海，在白小纯的经脉中蓦然爆发。轰轰之声外人听不到，可却回荡在白小纯的脑海里，好似他心神内的世界天地动荡，风云倒卷，亦充满了爆发力的灵气冲击，如同潮汐一般，一次次的起伏开来。最后更是席卷了白小纯如今半神大圆满的全部修为，向着那看不到可却能感受到的壁障开始了撞击。这一节莲藕超出了之前所有的莲子与天龙鱼，正是如今突破的猛药。白小纯面色红润，目中露出强烈的期待之芒。他想要突破半神，踏入天尊境界已经很久了，如今一步步下，终于看到了希望。在这振奋中，白小纯双目闭合，运转体内修为，将自己的神念都沉浸在内，推动灵气潮汐，使得那撞击一次比一次凶猛。轰轰之音在他脑海如同天雷炸开，不断的扩散中，他的身体也都颤抖，更是在他的四周有灵气波动，隐隐的好似形成了一个漩涡。只是半神与天尊之间那无形的壁障想要突破，难度太大，哪怕白小纯吞了一节莲藕，也只是凝聚出了10次撞击之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当白小纯第10次发起撞击依旧失败时，他全身震动，嘴角都溢出了鲜血。睁眼双眼时，白小纯眼神内充满了不甘。是我的根基不够吗？又或者说是不死长生功想要突破？难度太大，白小纯深吸口气，重新闭上眼，回忆自己曾经在元婴以及天人境界时的突破。渐渐的，白小纯有了一些明悟。以往的突破毫无例外都与不死长生功有关，每一次突破都好似走到了大门前，将这扇门推开。可如今随着不死长生功这2卷的圆满，如同是这功法到了尽头，没有后续神通的支撑，就仿佛是一条路走到了终点一般。出现在他面前的不再是一扇关着的门，而是一面墙。墙又如何？没有门，就直接撞开。白小纯狠狠一咬牙，目中出现血丝，连续深吸几口气后，他的双目内露出果断。一次次尝试不是办法，每一次失败都会对我的身体形成冲击，哪怕有不死长生功的恢复，可我有种感觉，这种冲击的损耗哪怕能恢复，可一旦次数多了，必有隐患。白小纯神念蓦然散开，冥冥中联系到了小乌龟后，立刻让小乌龟再给自己多送来一些莲藕，只能毕其功于一役，将所有的猛药凝聚在一起，累积后形成最终的一击。白小纯已有决断，更是有了要动用龟纹锅的想法。他之前无论是天龙鱼还是莲子，都没有用龟纹锅去炼灵，毕竟这里不是通天世界，而是永恒大陆，未免暴露，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的话，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打定主意后，白小纯不再冲击，而是全力恢复体内因之前撞击壁障形成的损伤。不多时，小乌龟回来，看到了白小纯嘴角残留的鲜血后，他也意识到了莲藕对白小纯的重要性，没有去讨价还价，直接就取出了一节莲藕。时间流逝，很快过去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白小纯始终没有再次冲击壁障，而是不断的积累。每天小乌龟都会送来莲藕，少的时候有7、8根，多的时候有数十根，不需要白小纯去吞，只要扔到身边，就会被他四周的漩涡直接粉碎吸收。渐渐的，他体内的灵力已累积到了惊天动地的程度，他的身体就仿佛一个随时可以爆开的天雷，好多次都看得小乌皮发麻。龟爷要小心点，别哪天他突然爆了，把龟爷给炸到。小乌龟心惊之下，赶紧在白小纯四周布置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封印，
这些封印的作用是小乌龟担心白小纯爆了炸到自己，可也无形中将白小纯的气息隐藏了起来。哪怕有封印隔绝，可小乌龟还是心惊肉跳。实在是如今的白小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随着那些莲藕的吸收，他的身体已经越发的不稳定，吓得小乌龟每次到来时都是远远的扔下莲藕立刻离开。绝大多数的时间，他都是在天池内偷吃那些莲藕。实在是莲藕的香甜，让小乌龟在吃下后很是喜爱，每次都忍不住多吃了一些，不说上瘾，也差不多了。可这天池内的莲花，整个永恒大陆也就这么一朵，虽生长在天池内，根须扩散，形成了大量的荷叶以及莲蓬莲藕，可实际上都是一株而已。小乌龟若是少吃一点也就罢了，白小纯的消耗与整个莲花的根须比较，不说微不足道，可也影响不大。但偏偏这小乌龟吃莲藕上了瘾，这半个月里，他给白小纯送来了差不多100多根，可他自己偷吃的足有数千之多。如此一来，缺少了根须的灵力滋养，渐渐的，圣皇城所在的那一片片荷叶，有一些居然出现了枯萎的征兆，甚至边缘的位置都发黄了。最惊人的，则是皇宫所在的莲花，原本经历了当初的天龙鱼事件后，已经倾斜了一些，眼下又遭受了小乌龟的釜底抽薪，渐渐的也都蔫了。第1073集天尊节，荷叶发黄，莲花变蔫，这一幕幕顿时就震动了整个圣皇城，引起了强烈的轰动。荷叶黄了，天哪，这一次又是什么原因？该死的，这一年里我圣皇城到底怎么了？莫非又是那个白小纯？你们看，不仅仅是荷叶黄了，皇宫所在的莲花也都出了问题。满朝权贵一个个失声惊呼，陈苏3位天尊也都心底怒意弥漫，更是有种深深的疲惫感。实在是这一年里出的事情接二连三，让他们也都心中无奈。尤其是他们3位察觉到这一切又都是小乌龟干的后，他们的无奈更为强烈。这该死的永恒之龟，他怎么就盯准了我们的圣莲啊？你说你吃可以，别总盯着莲花吃啊！那些天龙鱼他怎么不去吃？他吃了莲子也就罢了，居然还吃莲藕！该死的，这么下去，我很担心他有一天会去吃了莲花。这小乌龟在圣皇眼中如同至宝一般，他们也不好去教训。好在这种关乎圣皇城根基的事情太大，哪怕又一次闭关的圣皇也都不得不出关。出关之后的圣皇看着整个圣皇城的荷叶有一半都已发黄，看着自己的皇宫所在的莲花，哪怕他是太古强者，也都有些懵了。对于造成这一切的小乌龟，他是又爱又恨，可打又打不得，最终只能亲自出手，将小乌龟抓了过来，苦口婆心一番。莲藕不能吃啊！圣皇长叹一声，看着手中的小乌龟，这个真的不能吃？小乌龟心虚，睁着大眼睛，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圣皇心头也有怒火，不过这怒意他舍不得放在小乌龟身上，而白小纯则是最好的宣泄怒意之人。此刻又劝说了小乌龟几句后，圣皇目中寒芒一闪，正要召唤白小纯进宫。可就在这时，白小纯的福地内正在盘膝打坐的他，双眼猛地睁开。积累了半个月，上百根莲藕形成的灵气风暴，已经压制不住了。此刻不突破，更待何时？白小纯仰天一笑，体内轰鸣中，经脉中所有的修为之力，在这一刻疯狂地向着他的神魂凝聚而去。更有上百莲藕累积的灵气，在这一刻也瞬间爆发，形成了浩瀚的灵气之海，掀起惊天大浪，在他的体内从四方汇聚在一起，涌入神魂内，向着那看不见可却感受到的无形壁障发起了最后的冲击。轰轰之声不但在白小纯体内回荡，更是扩散在外，传遍天地的同时，白小纯的耳边首次的听到了那让他振奋的如同壁障碎裂的咔咔之声。给我碎！白小纯低头，额头青筋鼓起，体内所有修为，所有积累，在那冲击中似一往无前般不断的轰鸣而去。前方没有门，更没有路，那么就只能生生的冲出一条直通天尊的大道。身体的剧痛，神魂的撕裂，这一切的一切，与白小纯曾经承受的痛苦比较，还是有些差距。他的神色哪怕狰狞，他的心中哪怕疯狂，可他的方向依旧执着，从来没有改变。轰鸣之声，撼天之音，疯狂爆发。他的修为在这一瞬就直接的冲破了半神境界的极限，眨眼的功夫，随着他神魂好似四分五裂，随着他肉身仿佛要崩溃爆开，那面阻挡在他前方的壁障之墙，在这不断的碎裂中骤然爆开。在爆开的刹那，白小纯的脑海瞬间空白，没有了思绪，没有了思索，有的只是仿佛局外人般的平静。他看到了在这四周的天地，如今都陷入漆黑，唯独前方有一道明亮的光，这道光越来越亮，似正要将自己笼罩在内。当这道光彻底将其弥漫覆盖后，白小纯的眼前世界虽依旧漆黑，可却出现了无数的光点。仔细一看，那赫然是数不清的散发柔和光芒的飞絮。他似乎又看到了蒲公英看到了那无数的飞絮正在漫天飞舞，而他的身体似乎正向着其中一个飞絮不断的靠近，仿佛要融为一体。时间似乎在这一刻无限的漫长起来，而实际上在圣皇城内，
随着阻挡在白小纯面前的无形壁障的崩溃，他所在的福地中，从其体内有一股惊天的波动，在轰轰声的回荡下冲天而起。轰鸣中，白小纯的福地内外有巨大的漩涡似连接了苍穹，卷动八方，使得天地剧烈变化的同时，也让整个圣皇城内关注莲藕事件的众人全部神色一变，猛地看了过去。这波动，这种气息，有人在尝试突破半神，晋升天尊。短暂的寂静后，哗然之声喧天爆发，一道道长虹在圣皇城内直接飞出，更有无数的神石猛地就从四面八方向着白小纯服的凝聚。要知道，整个永恒大陆上，天尊如今只有10人，从这就可看出，半神强者想要突破，难度之大无法形容。这一刻，就连圣皇也都放下了小乌龟的事情，神识散开，凝聚白小纯洞府所在之地。瞬间，随着白小纯气势的散出，万众瞩目，此事波及很广，更是让圣皇城内几乎所有修士都清晰察觉。尤其是天空上的那道漩涡，此刻轰隆隆的转动中引起的天地变化，似也将白小纯此刻突破中的气息向着更远的方向不断的扩散开来。在这整个圣皇城都震动中，古天君的速度最快，刹那间他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福地漩涡外，看着眼前的漩涡，感受着漩涡内那一不断崛起的气势，他的神色也不由得变了起来。白小纯正在突破，陈苏还有那位中年文士此刻也都从虚无内一步走出，二人目光炯炯，心神中也都掀起震动。实在是圣皇朝内已经太久没有新晋天尊了，若这突破之人并非白小纯，而是圣皇朝修士，那么对于整个圣皇朝而言，都将是一件普天同庆的盛事，将会传告天下，不但会振奋圣皇朝人心，哪怕邪皇朝也会震惊。实在是多出了一位天尊，就等于是圣皇朝的实力从此再增3分。可偏偏这突破之人是白小纯，这就让首先感受到漩涡波动的圣皇城内所有人心中都升起无限的复杂之意，尤其是古天君3人，更是面色很快就阴沉下来。可惜晋升天尊时会有永恒之母牵引，除非太古出手，否则的话无人可以干扰打断。如今留在圣皇城内的3位天尊中，那位中年文士摇头开口：这白小纯奸猾无比，选择在圣皇城内突破，他这明显是看出在这里圣皇有所顾忌，邪皇又来不了，反倒是最安全之地。陈苏缓缓说道，目内露出奇异之芒。那又如何？往年也有不少修士走到了这一步，可半神晋升天尊，3道天劫下，不知有多少亡魂。这白小纯哪怕展开了第1道天劫，破开了壁障，可后面2道对他而言一样是生死。古天君冷哼，目中寒芒闪耀。就在整个圣皇城震动，圣皇关注，3位天尊密切观望的瞬间，突然的，那似与苍穹连接的漩涡，在这一刹那竟传出更恢宏的轰鸣，其范围一下子居然扩大了足有100倍之多。轰轰重，几乎小半个苍穹都化作了漩涡，无数闪电在内游走，无数天雷不断的炸开。白小纯突破的气息波动，随着漩涡的扩散，直接就超出了圣皇城的范围，在这片仙域上不断蔓延。第2劫来了，古天君眯起眼，目光凌厉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在这漩涡下方，在这一切波动气息的中心，盘膝坐在那里的白小纯，他此刻身体猛地颤抖，他的世界中，在那无尽的漆黑里，在那无数的蒲公英的飞絮中，他的意识此刻正飞速的与其中一个飞絮不断的融合。这融合正是古天君口中的第2劫，第1074集，列位天尊天下之半神晋升天尊，共有3大劫，其一就是那无形壁障。这壁障好似天鹤一般，将那些没有足够资源的半神强者全部阻挡在外，且冲击壁障，每一次失败都会造成根基的影响，一旦超过一定次数，从此再无丝毫希望。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白小纯的那种恢复之力，且就算是白小纯，次数超出一定程度后也将受损。可还是会有不少半神修士因其人脉、因其底蕴种种因素下，累积到了足够后，在这第1劫上成功突破。到了这个时候，要面临的就是第2劫。此劫玄妙非常，有人称呼为返璞归真，有人称呼为追溯本源。总之，这第2劫的重点就是融合，与那无数的蒲公英其中一个飞絮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看似容易，可实际上之所以被称呼为第2劫，正是因这一关几乎将度过了第1劫后，近乎90%的修士全部阻挡在外。曾经的永恒仙域的修士对于这第2劫不懂也不知晓缘故，直至圣皇晋升太古后，掌握了复活之力，才解开了这天尊第2劫的真相。此劫考验的是神通功法，这一生所修炼的推动自身到了半神大圆满的功法，是这一关的关键所在。而根据功法的不同，这种融合的程度也有不同。一般来说，融合到了5成以上，就可以算是度过了这一劫。看似只有5成，但难度之大，比第1劫要困难太多。因为第1劫还可以想办法累积后冲破，而这第2劫一切都已固定了，
除非是自费修为，重新修炼，且所修的功法还必须是永恒仙域内的顶级道法。如果说前2节已经将9成9的修士都阻挡在外的话，那么第3节就是生死，要么成功，从此天尊，要么失败，灰飞烟灭，成为这永恒仙域传说中永恒之花的一部分。这第3节就是认可，获得永恒之花，也就是永恒之母冥冥中的认可。此事与积累无关，与功法关联也不大，就算是太古也都摸不清规律，因为无论是圣皇朝还是邪皇朝，都有皇族血脉之人修行2大皇朝的功法，但在这一步同样有不被认可的情况出现。这3大劫也正是古天君等人冷眼看向漩涡的原因所在，即便是圣皇此刻看向漩涡时也都如此心态。而白小纯能度过第1劫，此事圣皇也好，古天君3人也好都没有意外，毕竟从白小纯到了圣皇朝后，无论是天龙鱼还是莲子都被这家伙吃了不少，就连眼下的莲藕事件，他们也都心知肚明，必定与白小纯有关。如此积累，自然就使得白小纯在第1节上顺利无比。这一点，圣皇心中也很郁闷。若他早知道会这样，当初说什么也不会让白小纯留在圣皇城中。本皇不便干扰，就看这白小纯自己的造化了。圣皇目中掠过厉色，内心冷哼：若白小纯在其他地方晋升，他还可操控一番。可如今在圣皇城内，万众瞩目下，他着实无法干预。就在这整个圣皇城的目光都凝聚白小纯的福地，凝聚那惊天的漩涡时，这漩涡的转动几乎没有停顿，依旧轰鸣，不断的扩散下，古天君3人也都不得不后退。可就在他们后退的瞬间，突然的从那漩涡内传出了一声白小纯的低吼，这吼声如同龙吟一般，直接轰向9天，卷动风云，震惊整个圣皇城，使得天池内的那些天龙鱼一个个都颤抖下，全部沉入水底，不敢动弹半点。与此同时，在古天君3人以及圣皇纷纷心惊的瞬间，那苍穹的漩涡在这轰鸣中以一种无法想象的速度蓦然爆发，不断的扩散中，似苍穹被人掀开一般，覆盖了圣皇城所在的仙域10多州。这一刻，超出了通天世界太多的整个仙域内所有的修士，所有的生灵，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不由自主的心神震颤，似有一股让他们从灵魂内颤抖的威压，随着漩涡的扩散，倾天降临。甚至这漩涡还在扩散，覆盖了整个仙域后，竟像着另外的仙域一样的蔓延。这一幕让圣皇城内的古天君3人神色大变，失声惊呼：不可能！这第2劫竟这么快就度过了，就算他修炼的是葵黄功法，也断然难以瞬间融合啊！古天君3人呼吸凝滞，心神的震撼首次轰鸣全身，就连皇宫内的圣皇此刻也都一晃之下出现在了皇宫半空中，神情极为严肃，目中露出金芒，看向白小纯所在福地。当年的我在晋升天尊时，这第2劫用了1炷香的时间，第3劫23天，可这白小纯居然不到10息不死长生宫吗？那么他的第3劫若也能通过的话，会用多久？古天君3人与圣皇都被震动，更别说如今圣皇城的那些权贵修士了。他们内心早已骇然，一个个面色变化失声中，他们的耳边突然的出现了喃喃之音。这喃喃之音好似众生之言，又仿佛永恒之母的呼唤，分不清从什么地方传来，好似岁月，好似天地。这正是第2劫度过后才会出现的永恒呢喃，也正是道种即将被凝聚出的征兆。不仅仅是圣皇城内修士听到，这一刻，但凡是苍穹漩涡笼罩之处，整个圣皇朝内无数生命全部都在耳边听到了这个呢喃之音。哪怕通天世界之人也是如此，顿时整个圣皇朝举世震惊。虽大多数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还是有不少人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又或者听说过，第一时间就猜测出了答案。有人在晋升天尊。这个真相随着在圣皇朝内一处处州中传出，形成了与苍穹漩涡一样浩瀚的风暴，席卷大地。甚至邪皇朝中也都第一时间探查到了此事，邪皇也都被震动，凝望圣皇城所在的方向。而被换回来的公孙婉儿，他如今不在邪皇城中，而是随着大军正在前行。坐在古州上的他原本神色淡然，可很快的他就猛地睁大了眼，看向圣皇城的方向。是小哥哥在修真界，一旦晋升天尊成功，立时名动整个世界。如此动静，沉浸在那融合中的白小纯毫不知情。他如今脑海一片空白，似乎只剩下了平静与本能。即便是在圣皇与古天君3人看去，震撼的瞬间融合，对白小纯来说也都没有在意。他只是觉得自己化作了蒲公英的一部分，此刻正在虚无中飘散，没有方向，可却隐隐的感受到了一个似乎藏在自己灵魂中的声音。他不知道这声音说的是什么，只是本能的觉得很安全，很依赖，好似母亲一样。他忘记了一切，似乎真的成为了蒲公英，缓缓地飘散在漆黑的虚无里。不知过去了多久，似乎是1年，又或许是100年、10000年，在这虚无中，仿佛没有时间的概念。直至有一天，他仿佛终于听清了那声音：“我的孩子，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我叫白小纯。白小纯的声音从其口中传出的刹那，似乎每一个字都化作了天雷轰鸣，破灭了虚无。他所在的世界四分五裂，在那碎灭中，白小纯醒了，既是在蒲公英内苏醒，也是在圣皇朝的福地内苏醒。在睁开眼的那一瞬，所有的记忆，所有的一切都全部浮现在了眼前时，他的体内已经多出了一枚好似蒲公英般的种子，正是道种。这一刻，风云卷积变幻，邪皇朝、圣皇朝众生的心神，不管什么修为，不管是谁，他们的脑海中，他们的耳边，那呢喃的低语，似乎都告诉了他们同一句话：世间有天尊，列位11，其名白小纯。更是在这一瞬，永恒仙域外，主宰巨人的身侧，在那一片漆黑的星空中，有一个如同大陆般的庞然大物。仔细一看，那竟是半把扇子。尽管残缺，可却在这星空内急速的滑行，如同流星。原本按照它的方向，并非永恒仙域，可随着白小纯修为的突破，随着永恒仙域上那传入众生的声音，似乎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漩涡，使得这残缺的庞然大物改变了一下方向，速度更是比之前加快了很多。可按照其轨迹去看，哪怕这方向被改变，其最终也还是会和永恒仙域擦肩而过。第1075集，道种扇子的到来，无人察觉，即便是太古皇者，因距离遥远，也都感受不到在星空中正急速靠近的这把扇子。此刻，在白小纯成为天尊的瞬间，无论是邪皇朝还是圣皇朝，所有众生，他们的耳边都清晰地回荡了白小纯的名字。天地似有灵，若有天尊现，必传天下。就仿佛是曾经公孙婉儿所言，这世间众生如同攀爬一个巨大的梯子，每个人都有念，自下而上，凝聚道种的同时，也将影响世界。圣皇朝内，陈苏三人气息凝重，目中露出精芒，看着白小纯的福地内，此刻正有一股无法被阻挡的气势正不断的爆发，横扫整个世界。即便是圣皇，此刻也沉默中，心底有些复杂。他明白，从这一刻起，这来自通天世界的白小纯，就仿佛找到了属于其自身的道。如果说之前的白小纯，他本身的价值只有2重的话，那么从这一瞬开始，在圣皇的眼中，白小纯的价值又多了1重，那毕竟是天尊。而之前因为莲藕之事升起的凌厉之意，也在这一刻被圣皇压制下来。这一瞬的圣皇朝，所有权贵，哪怕那位刘天侯，心神都极不平静。实在是白小纯这一次的晋升天尊，顺利的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不但是圣皇朝震惊，邪皇朝那里同样如此。而相比于永恒仙域之人的复杂，如今在这2大皇朝内的通天世界之修，绝大多数人在听到了耳边这仿佛世界之音的瞬间，激动振奋到了极致。神罗州内，大尊府上，原本正一脸阴沉，对于麾下平级之事发愁的巨鬼王，此刻猛地站起，呼吸一顿，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白小纯成为天尊。巨鬼王激动中仰天大笑，一同传出笑声的还有在另外一周的荒野中正疾驰前行的蛮荒大天师。他的身体猛地停顿后，抬头看着圣皇城的方向，许久许久，他的神色有复杂，有欣慰，有笑容，更有决断。也该去看看巨鬼王了。大天师轻声喃喃，转身一晃，改变方向，直奔神罗州。不仅仅是巨鬼王与大天师振奋，此刻在邪皇朝内，铁蛋守护着宋君婉，正快速前行，避开一批批别有目的之人。在铁蛋的守护下，宋君婉很是安全。而铁蛋那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今战力比之当初要强悍了太多，已然达到了天人境。也正是在这时，来自那天地的喃喃之声回荡在了铁蛋与宋君婉的耳边。宋君婉身躯一颤，铁蛋也喘息激动，猛地抬头遥望圣皇城的方向。铁蛋，小纯成为了天尊。宋君婉喜极而泣，这是他来到了永恒仙域后，与众人流离失散后听到的第3个让他振奋的消息。第一个消息是知道白小纯被圣皇册封通天宫，而第2个消息则是不久前他收到了来自灵犀老祖的传音，知道在灵犀老祖与李清后等人的努力下，逆河宗的不少人已被陆续的找到，而他此刻也正是要与铁蛋一起奔向逆河宗的聚集地。他不是没想过去圣皇城，可距离太远太远，如今最近的就是灵犀老祖那里了。同一时间，在邪皇朝中的灵犀老祖、李清后等人，他们的激动一样充斥心神，他们的艰难，他们的苦涩，他们的努力，此刻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有了更大的希望与动力。小纯成为天尊之事，对于通天世界来说将提振人心。灵犀老祖大笑，笑声中带着欣慰，更有期待。今后，接下来我们所联系的逆河宗的弟子会陆续到来。圣皇城太远，我们过不去，可老夫相信，小纯那里必然有一天会找到我们。灵犀老祖笑声中，一旁的李清后也笑了，他的目中露出追忆，仿佛又看到了帽山，看到了那个点香的少年，同样在邪皇朝内。这1年多的时间，宋缺的成长速度极快，在那杀戮与争夺下，他虽多次生死危机，但凭着其骨子里的煞气，
咬牙一一坚挺下来。他没有去找灵犀老祖，而是如同一头孤狼，在这邪皇朝庞大的仙域领土内，用全力去让自己不断的强大。此刻的他，距离突破元婴，踏入天人，只差半步。白小纯成为天尊的声音也传入到了他的耳中。宋缺脚步一顿，沉默许久后，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可目中依旧带着坚定，转身一晃，消失在了夜色里。永恒世界内，如宋缺这样的孤狼不少，周子墨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因其本身修为就是天人，而他又极为谨慎，踪迹隐藏得极好。最重要的是，他与宋缺的杀戮不同，周子墨所选择的是间接的控制，且并非控制一方势力，而是在这1年里控制了5处宗门，而其自身的踪迹更是缥缈，外人很难察觉。利用手中所控制的宗门，周子墨无论是修炼还是探查消息上，都超出了其他孤狼。当白小纯成为天尊的喃喃之声传入他耳边时，周子墨正潜伏在他想要控制的第6处宗门内。娇躯一震的同时，他摸着自己的小腹，脸上露出如百花盛开般美丽的笑容。小家伙，你那死爹看来还是蛮厉害的呢。也同样在这一刻，在这邪皇朝的邪皇城中，一处被守护的极为森严的洞府中，盘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在耳边传来那喃喃之声时，这中年男子双眼蓦然睁开，露出复杂之意。白小纯，你比我快了一步，可那又如何？许久，这中年男子深吸口气，闭上双眼的瞬间，他的体内竟也有壁障破开的气势，在邪皇城内爆发开来。此刻，在这整个永恒仙域为之震动的同时，圣皇城内福地里，白小纯感受着体内那如蒲公英般的道种，内心激动不已。终于突破了！半晌之后，他右手抬起一挥之下，顿时全身光芒闪耀，那道种竟穿透其身躯，漂浮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眼前的道种，白小纯的目中露出奇异之芒。这就是道种吗？白小纯喃喃。他前方的道种，其上有无数符文闪耀，璀璨无比的同时，似乎也蕴含了无穷之念。尤其是当初他修炼寒门养念诀时，那出现的便寻不到却多次救下他的一丝念力，此刻也凝聚在了这道种内。许久，白小纯的目光收回，道种光芒再次一闪，重新融入白小纯体内时，白小纯深吸口气，一股磅礴的远非半神可比的修为之力从其体内爆发出来。轰鸣之声如同风暴，他的头发无风自动，一股强悍的感觉在其心中不断的升起。半神到天尊的转变，好似蜕变一般，完全不同。如果他现在与鬼母一战，那么他有把握，根本就不需要去层层削弱鬼母，凭着自己如今的修为，一剑下去，必可展开那白骨战舟的防护。尤其是对念力的操控，使得白小纯隐隐有种错觉，仿佛这一刻的自己已经站在了云端之上，可以俯视天地，更是一个念头就能将众生思绪引来。他想到了公孙婉儿在永恒海上施展的念力道法，那一刻他的感受是仿佛无数众生对着自己伸手一抓，不可抵抗，无法反击。若非体内那一丝念力化解，就算白小纯恢复逆天，也必定无解。而此刻白小纯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虽有些勉强，可却具备了操控众生之念的资格。我之前不明白为何不死长生功到了天尊这个境界后，前方会没有了路。白小纯闭上了眼，许久之后再次睁开时，他的目中光芒一闪。而现在，我想我已经懂了，人体5座大山，5层桎梏，造就了不死长生功。虽最终看似止步在了大成境界，可实际上到了这一步后，就如同根基已被打造的深厚无比，摆在面前的已不再是前人之路，而是自己的道。强悍如魁，当年也败在了那外来主宰的手中，那么已经说明了，如继续按照前人之法，终究还是会有尽头。基础打好，后面的路按照每个人不同的经历、思绪，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想来不仅仅是通天世界皇族如此，邪皇、圣皇也都是这样。白小纯轻声低语，已然明悟。第1076集，自创道路。不死长生卷就如同土壤，在这土壤中会生长出什么，要看每个人的道。半神之上是天尊，天尊之上是太古，而想要成为太古，按照公孙婉儿以及我所了解的信息去看，则是道种生根发芽，盛开道念，一旦有了道念，就是太古。道种、道念，这就是天尊与太古之间的差距。白小纯沉吟中，脑海的思绪越发清晰。之前修为没有突破时，还只是懵懂，此刻感受着体内的道种，他间接的对于太古强者的道念也有了一丝自己的判断。如果说天尊凭着道种可以借来众生之念的话，其本身也是众生之一，那么身为太古强者，凭着自身的道念，就仿佛是超脱天地、凌驾于至高的存在，天尊不能撼动丝毫。而太古强者的道念则覆盖整个世界，一念之间抉择命运，所以才有资格去复活天尊强者。白小纯深吸口气，他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全部正确，可他相信至少有一半是符合自己判断的。也就是说，我要自创出不死长生功的第3卷。白小纯目中露出明亮的光芒，而这第3卷的目的
就是让我的道种逐渐的生根发芽后，盛开出道念之花。白小纯低语中，他所有的气息，所有的修为波动，都在这一瞬收敛，不再外露丝毫，而是弥漫在体内。他的思绪也在这一瞬慢慢的沉静下来，无喜无悲，一片平静。不死是一种状态，看似恢复，可见街上也与时间有关，只有万万年不灭，才可称之为不死。而长生虽是一种意识，也同样与时间有关，长久的存在下去。那么第三卷应该是什么呢？在这平静中，白小纯开始思索，慢慢双眼闭合后，沉入冥想里，回忆曾经的岁月，回忆不死卷的修炼，回忆长生卷的获得，回忆在通天世界里从自己出生后的一切，所有的记忆全部都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浮现。在白小纯这次创功法中，随着其修为的内敛，其所在的福地外，那弥漫了无尽范围的漩涡风暴也慢慢消失了。回荡在众人耳边的喃喃之声，也在这一刻渐渐远去。许久之后，当世界恢复如常后，古天君三人，他们站在半空中，看着平静的福地，沉默下来。别人不知道这一刻的白小纯在做什么，可他们岂能不知晓？他在自创功法。陈苏缓缓开口，这一步，他们三人当年也都经历过，也明白这一步的重要程度，决定了白小纯在天尊这个境界上的战力，以及能否有那一丝可能未来突破，成为整个永恒仙域内的第三尊太古皇者。圣皇城内的众人此刻一个个也都吸了口气，尤其是那些权贵修士，纷纷神色变化。他们尽管不知道白小纯在做什么，可看向白小纯福地的目光也都带着强烈的忌惮。哪怕此刻这福地再没有如方才那样的浩瀚波动，可在众人的感受里，这越是平静的福地，就越是如同一尊虽闭着眼，可一旦睁开双目，就会吞噬一切凶兽。要知道之前的白小纯只是半神修为，他们可以不在意，可以去言辞里藏着讥讽，可以轻蔑，但现在已经晋升为天尊，成为了这永恒仙域内第11位天尊的白小纯，已经不是他们能如往常那样指指点点的了。这里哪怕是王朝，哪怕有规矩，可终究还是修真界，终究还是强者为尊。若白小纯不是通天世界之人，那么他们的心中此刻会欢欣鼓舞，为之骄傲，会对白小纯尊敬无比。只是身份的不同，来历的不一样，这一切使得众人对于白小纯极为复杂。可更多的则是后怕。之前无论是天龙鱼，还是莲子事件，他们对白小纯的言辞以及向圣皇的请奏里，前者毫不客气，后者更是多次上书惩罚。若白小纯一直都是半神也就罢了，此刻晋升天尊，这些权贵之人不由得心底叫苦。而他们更是不愿白小纯继续留在圣皇城内，实在是之前的几次事情让他们有种强烈的预感，仅仅是半神的他，就差点让圣皇城根基崩溃，长此以往，圣皇城危矣。一定要让他远离此地。此人我算是看出来了，刘监事说的没错，他就是一个祸害啊！他在圣皇城才1年多，结果呢，天龙鱼少了小一半，莲子少了70%，就连莲藕也都失去了不少。圣皇家大业大，损失得起，我们不行啊！我很确定，继续下去的话，此人的祸害之力，随着齐天尊修为，他一定会将目标放在我等身上啊！到时候打也打不过，此人又擅长狡辩，我们危险。在这众人的意识近乎达成一致后，来自圣皇城内的这些权贵，一个个都立刻上书圣皇。陛下，通天宫晋升天尊，这是我圣皇朝一大盛事，臣请奏，以通天宫的身份与功劳，继续留在圣皇城已不适合，他应该去第2仙域，作为镇守第2仙域的天尊。陛下，第2仙域常年与邪皇朝摩擦征战，赵元寒天尊已镇守那里多年，对我圣皇朝来说，无论功劳还是苦劳都极大，也应该让他老人家回来颐养天年啊！没错，陛下，臣也请奏，让通天宫离开吧，我们不能让通天宫寒心啊！他可是绑了天尊作为投名状啊，如此大功，岂能不给失职？来自满朝权贵的请奏全部汇聚到了圣皇面前，更有不少修士亲自到来，苦口婆心的开口，每个人的姿态都是一致，白小纯绝不能继续留在圣皇城。就算是圣皇，此刻也都头痛无比。他早已意识到自己之前将白小纯留在这里有些拖大了，实在是他也没想到这白小纯竟能如此折腾，偏偏还没露出明面上的把柄，而每次折腾都会让其自身的价值更大了一些。尤其是想到自己的天龙鱼，想到未来很多年都没有莲子，想到那些枯黄的荷叶以及蔫了的荷花，圣皇也同样有种强烈的预感，如果自己再执意留下白小纯，圣皇城估计真的就要玩完了。而看下方那些权贵修士，圣皇也能理解，知道这些人是怕了，担心白小纯出关后会将其祸害之力蔓延到他们身上，毕竟至今为止遭受白小纯祸害的似乎只有自己，这该死的白小纯。圣皇一想到这里更加恼怒，尤其是联想了一下未来的画面后，他就长叹一声，明白到了那个时候自己骑虎难下，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而邪皇朝也必定会趁此机会极力拉拢，这一切让圣皇越发头痛。这该死的白小纯怎么这么能折腾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要他的投名状了。圣皇再次叹了口气，正要有所决断，可一想到
若把白小纯扔到了第二仙域，那么或许第二仙域也都危险。若是换了之前，圣皇绝不会这么想。可如今这一年亲自体验了白小纯的折腾后，圣皇也都怕了。偏偏白小纯已经是天尊了，不可能任命一州之尊，怎么的也要是仙域之尊才可。就在圣皇这里纠结，满朝文武陆续请奏时，圣皇城内白小纯的福地中盘膝打坐的他，在回忆了自己的一生后，双眼悄然睁开，带着明悟，带着一丝茫然，喃喃低语：“我的回忆，通天世界的一切，从出生开始的所有记忆，皆为过去。道种生根，最终盛开道念，融合在一起，就是过去念。”第1077集亘古卷不死卷。长生卷内虽没有明确表明与时间有关，可却无不暗含。既如此，我的第3卷白小纯轻声低语：“以我的曾经的记忆，可化过去念；以我当下之道，可化现在念；以我未来的命运，可化未来念。”随着这3句话的说出，白小纯的胸膛起伏，气息沉凝，他的目中明悟更多，而茫然则快速的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越发的清醒。尤其是他的声音，似蕴含了某种奇异的规则之力，在这福地内忽远忽近，仿佛在耳边，又仿佛在天外，如现在说出，又如过去曾念，更似从未来传入，更是影响了四周的虚无，使得一道道裂缝，一连串的漩涡，一片片好似被压缩的风暴，在这福地内随处可见，但偏偏没有任何波动传出福地外。此刻若是有外人在这福地内听到白小纯的话语后，必定会清楚地感受到，这整个福地里的时间流逝似乎隐隐的出现了扭曲，与外界有了不同，仿佛过去、现在、未来这三者之间，在这福地里有了某处程度的融合，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撞击，说不清道不明，玄妙至极的同时，更是骇人听闻。实在是白小纯此刻所创造出的功法，超出了其他人的想象，哪怕只是雏形，可足以让知晓之人心神狂震。要知道，就算是天尊，虽能短暂的回溯，可那只是道法，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借助所在皇朝太古皇者之力。而白小纯这里竟在利益上就已摸索到了时间之道，过去念、现在念、未来念，这3念全部大成时，就是我突破天尊，踏入太古之日。整个福地的诡异裂缝、风暴无处不在，越发强烈时，白小纯的喃喃低语依旧是诡秘无比的回荡开来。而这第3卷的名字便叫做亘古好了，亘古卷。白小纯的双目刹那间绽出明亮光芒，好似有闪电无形降临，轰鸣八方，将这福地内所有的奇异一幕如要融合在一起。隐隐的，以白小纯为中心，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这黑洞似与永恒仙域不在一处空间，此刻虽急速的扩散，可却没有影响这福地丝毫，就连一草一木也都没有摇晃半点。从此之后，我修炼的功法将是不死长生亘古功。白小纯蓦然抬头，右手提起一挥之下，他体内天雷轰鸣，原本平静的苍穹，这一刻突然色变。无论是正在皇宫内请坐的众人，还是古天君3人，又或者是圣皇，都瞬间感知，猛地抬头看了过去。那些权贵看不出端倪，可古天君3人此刻身体再次一震，呼吸急促的同时，目中露出吃惊。这个气息，这白小纯创造的是什么功法？在他们3人骇然的瞬间，圣皇的目中露出摄人的光芒，他的心底极为强烈的升起了一丝杀机，虽被他很快压制下去，可他的心中极不平静。时间之道，这一切白小纯并不知晓。他此刻沉浸在自创功法内，头虽抬起，可清醒的目中露出的依旧是推演之芒。亘古3念很难一次性创造出来，如今我只能将自己的过去，这太多年的记忆凝聚到道种内，以记忆来养道种。当完全融合的那一天，就可盛开出真正的过去念。这融合将是，哪怕有一天我白小纯魂飞魄散，不复存在，可在我的道种里，也将毫无遗漏的存在了我所有的追忆，所有的执念。白小纯脸上露出笑容，闭上了双眼。我不会将我的道种分出一丝，留在圣皇手中，也就没有了被复活的可能。但有了这过去念，或许某种程度上，我已完成了自己的道，永恒长存。更是因我曾经在通天世界死过一次，如同经历了一次轮回般。那么，在这亘古3念中的过去念里，我还应该有一个神通之法，这个神通便是轮回过去经。白小纯说到这里，双目蓦然睁开，他的目中此刻不再有推演之芒，而是有一幕幕记忆里的画面，从帽山直至天崩地裂，灵力势力、神通势力、念力势力，而记忆一样势力。从此之后，凡听闻此经者，其一生记忆幻化符文，越是深厚，岁月越是悠久者，符文之力越是惊天动地。轮回过去经，易碎神灭。白小纯倏然起身，在他站起的刹那，他脚下的似与永恒世界并非同一个空间的黑洞，更是扩散开来。眨眼间，他所在的福地瞬间模糊，仿佛有一股让人心惊的力量要将其抹去一般。偏偏在那扭曲间，又快速的恢复清晰，更是有看不到的波纹向着四周散开。
所过之处，无论屋舍还是生灵，都是如此，时而模糊，时而扭曲，时而清晰。古天军三人没有走远，首当其冲，立刻就被这波纹碰触。他们原本没打算避开，甚至有心去体验感受一番白小纯创造的神通与功法，还有就是此刻的战力具体如何。可就在这波纹将他们弥漫的瞬间，古天军三人面色陡然间狂变，急速后退，刹那离开波动范围。三人呼吸微微急促，目中的骇然之芒无法掩饰。威力寻常，可其内蕴含的道法诡异至极。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何止是看到，我隐隐觉得自己的记忆都被撼动，似要从虚幻中幻化出来。三人相互看了看后，神色都很是凝重。圣皇城皇宫内，权贵修士一个个心惊肉跳。坐在那里的圣皇此刻缓缓收回了目光，闭上眼沉吟片刻，睁开双目时已有决断，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忽然的一股浩瀚之力骤然降临永恒仙域。圣皇面色突然大变，呼吸急促，身体刹那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苍穹之上，带着无比的凝重。他没有半点停顿，一步之下竟直奔苍穹而去。这一次甚至比白小纯修为突破，比白小纯感悟创造出时间之道还要让他震撼。因为其他人只是觉得压抑，感受不是清晰，可身为太古，他立刻就察觉到了星空中那正呼啸而来的逼人气势。此刻在这永恒仙域外，在那巨人般的主宰身后，在那浩瀚的漆黑星空中，那把残缺的如同大陆般大小的扇子，原本就因白小纯的晋升形成的无形漩涡吸引，不但改变了方向，更是在速度上也暴增。可如今在靠近了永恒仙域的一定范围后，不知什么缘故，其轨迹竟自行调整，如同锁定了永恒仙域一般，仿佛在永恒仙域上，因白小纯晋升天尊而形成的无形漩涡，被某种奇异之力加持，蓦然爆发。对那残缺的扇子而言，吸力已然前所未有的惊人。在这吸力下，这扇子前行的轨迹再一次改动，经过了前后2次调整后，这一次扇子的方向不再会与永恒仙域擦肩而过，而是直接撞击过来。准确的说，撞击的不是永恒仙域的本土，而是在其外的那尊巨人主宰。而他的速度在本就加速的情况下，又一次被增速，其势之快，传出的波动扩散八方，更是在其边缘位置，因这极致的速度，隐隐散出了火光。轰鸣中，这扇子与永恒仙域之间的距离急速的缩短。第1078集，残扇撞击。此刻如果能站在星空中望向远方，那么一定可以看到，在星空中有一颗好似燃烧中的流星，带着惊天动地的气势，散发着恐怖的气息，呼啸而来。速度之快，匪夷所思。如果说之前的时候，哪怕白小纯晋升天尊影响了残扇的轨迹，可这扇子并非会撞击在永恒仙域上，还有就是其速度与气息也并非如此惊人，范围更是遥远，所以邪皇与圣皇这2位太古强者并没有察觉的话，那么现在随着气息的扩散，随着速度的爆发，随着轨迹的锁定，这一切形成的危机刹那间就影响了永恒仙域。首先出现异常的正是永恒海，似被潮汐牵引一样磅礴的永恒海，在这一瞬突然的掀起了滔天大浪，轰鸣之声回荡四方的同时，大量的如雾般的海水就向着边缘位置的邪皇朝与圣皇朝所在的仙域，好似海啸般直接轰击而去。随后则是永恒仙域的众生全部都在这一刹那心中升起了强烈的压抑感。与此同时，几乎在圣皇踏入苍穹的同时，圣皇朝内的古天军三人也都心神狂震，齐齐抬头。即便是刚刚突破创造了过去念的白小纯，此刻也在起身时，在欲走出福地的瞬间，全身猛地一颤，一股强烈的压抑感，一股无法形容的危机感，令人毛骨悚然般蓦然爆发。这危机来自天空。白小纯身体顿时一晃，出现在了半空中，一样抬头看向苍穹。不仅仅是圣皇朝如此，此刻在邪皇朝内，邪皇城中那位同样是太古修为的邪皇，也全身一震中出现在了邪皇城的天空后，一步走出，同样冲入苍穹尽头。在邪皇远去后，半空中一道道身影刹那而来，化作了4道身影，除了鬼母与另一位天尊不在邪皇城外，余下的天尊全部到来，纷纷神色内带着不可思议，看向天空。圣皇城与邪皇城内2太皇者与天尊的凝重与离去，使得2城的其他修士纷纷心神不安。这不安的感觉强烈升起时，忽然的有吸气之音哗然传出。那是什么？骇然之声传出的刹那，永恒仙域上绝大多数人，他们都看到在那苍穹的远方有一道流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直奔永恒仙域而来。这速度看似缓慢，是因距离遥远，实际上其速已然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而此刻的圣皇与邪皇已然挪移到了苍穹的尽头，几乎算是站在了星空中。他们的感受比所有人都要强烈，更是看到这残扇因其四周的光芒，似乎形成了某种神通道法，好似瞬一般，最多10几个呼吸就要撞来。无论是圣皇还是邪皇，在看到这流星的瞬间，立刻就察觉到
这种速度就算是他们也都无法在这情形下去阻挡。可二人的神色却一致的似松了口气的样子，其他人因修为的差距看不出端倪，可他们两位已经判断出了这流星的轨迹不会砸在永恒仙域上，而是会碰到那巨人主宰。与此同时，随着流星的越来越近，这两位皇者的心也彻底的平静下来。实在是来自那流星上的气息，看似强悍，可也只是对其他人而言，在他们二人感受中，这来临的残缺扇子散发出的只是太古气息罢了。不过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那里，防止意外出现，只是相互之间的彼此警惕。依旧不少，虽范围庞大，可终究也只是一件太古残宝罢了，撼动不了根本。不过既然来了，这一次我要6个名额。邪皇阴沉开口时，目中带着丝冰寒，看向一旁的圣皇。我永恒仙域内已经很久没有星空飘游的残宝路过了，这一次若非白小纯晋升天尊，形成灵气漩涡，从而将其吸引过来，怕这残宝也不会到来。此功在我圣皇朝，又岂能给你6个名额？绝不可能。圣皇微微一笑，面对邪皇目中的冰寒，他看似温和，可话语却没有退让丝毫。邪皇冷笑，没有理会圣皇，转头看向那正急速靠近的残扇。此扇的速度在接近了永恒仙域后，散出的惊天的威压，速度更是4倍牵引，几乎化作了一道残影。若是换了其他人在这里，必定承受不住这种压迫，形神俱灭也并非不可能。也只有这两位太古皇者才可站在此地，不远不近地关注这一场天外残宝来临的过程。越来越近，数息后，随着那巨大的残山撞在了巨人主宰那堪比大陆的右手上，一声传遍整个永恒仙域的惊天巨响轰然而起。这巨响超越了天雷，好似世界崩溃之声，回荡永恒5大仙域，引起了永恒海的海啸，使得众生震耳欲聋的同时，好似整个天地都震动起来。白小纯气息凝住，耳边虽嗡鸣不断，但依旧站在天空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苍穹中。那巨人主宰抬起的右手上，此刻被卡在那里，摇摇欲坠的，如同大陆般大小的惊人残扇。他隐隐地感受到，在这残扇内有一股出尘之意，此刻正扩散永恒仙域，被众生感受，更有威压弥漫，给白小纯的感觉如同面对圣皇那样的太古强者。这时白小纯吸了口气，内心已有判断时，在不远处的古天君3人同样心神强烈震动，3人盯着残扇，内心已有风暴掀起。太古法宝，这气息应该是典籍里记录的大破灭之前仙的气息。这一刻，不仅仅是古天君等人心神震动，邪皇朝内的几位天尊同样如此，就连在外的公孙婉那里也是动容。除了天尊外，永恒仙域上的半神强者，他们的心头更是火热无比，一个个盯着那巨大的残扇，看着扇子上面似画着山水的残缺扇面，一个个内心越发狂热。与此同时，随着扇子的撞击，这扇子前方与大手碰触的地方明显的碎裂了不少，而那大手丝毫发无损，一动不动，唯独这扇子自身被撞得仿佛要崩溃，使得无数碎块洒落开来，一部分扩散在了星空中，可还是有一部分在那击射下直奔永恒仙域而去。远远一看，那些碎片数量太多，怕是超越了100万，一块块夹杂着惊人之力，好似100万流星轰然而落。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圣皇与邪皇二人立刻出手，因距离太远，看不清二人的掐诀，只能感受到2股让天地色变得磅礴之力，此刻化作光幕，瞬间散开。一道光幕为紫黑色，一道为五彩，相互交替，所过之处，那些碎片立刻就成为飞灰。在一同出手时，圣皇与邪皇他们的神识也已然散开，直接就笼罩在了这巨大的残扇上，横扫一圈。这扇子太大，上面的扇面虽残破，可也有一些地方，无论是扇骨还是扇面，都保持得勉强完好。而扇面上的图案就是世界，是一件世界之宝，可惜已没有了多少气息，飘摇中不知经历了多少次撞击，就算是材质也已腐朽没了价值。邪皇与圣皇暗自摇头后，神识依旧仔细地搜寻了一番，最终确定这扇子内的确没有主宰境的气息，有的只是与他们一样的太古波动，且随着之前的撞击也都变得微弱了不少。如果是前者，他们必然心动，前去仔细寻找机缘，可后者的话，无论是邪皇还是圣皇，兴趣已经不大。可就在二人神识扫完欲收回的瞬间，突然的，无数被他们二人的神通光幕摧毁的碎片中，有一块好似小山大小的建筑，在被碎灭的刹那，竟从其内飞出了一块好似腐肉般的黑色石头。第1079集，圣皇，那个我身体不太舒服。这石头漆黑无比，足有1丈多大，此刻随着建筑的碎灭，从内轰然而出，竟无视圣皇与邪皇的神通光幕，刹那间居然穿透，直奔永恒仙域而去。更是在这过程中，这块石头不断的燃烧，散发出强烈的高温。这突如其来的一幕，顿时就让邪皇与圣皇面色一变，二人立刻就辨认出，这石块并非来自残扇，而是来自那尊在永恒仙域外的巨人主宰。该死！圣皇目中露出焦急，身体刹那一晃，
直奔那黑色石块而去。邪皇同样一步走出，更是在冲去的瞬间，右手掐诀，向着圣皇蓦然一按。轰鸣中，圣皇身体刹那模糊，出现时已在远处，脸上露出怒意：“邪皇，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我二人多次欲从这巨人主宰身上撬下皮肉，用来推演太古晋升主宰的秘密。今日这个机会，岂能给你？”邪皇冷笑，直奔黑色石块。圣皇目中露出杀机，同样冲出。很快的，二人在这半空中就各自展开道法，轰然而战。至于那黑色石块，速度之快，此刻已飞速靠近大地，其上更是出现了一些裂缝，有一些液体渗出，隐隐的似乎有嘶吼在石块内回荡。很快的，在一声轰鸣后，直接就砸在了永恒海上，掀起惊天大浪后沉入海底。与此同时，邪皇与圣皇二人也毫不迟疑的同样冲入海底。很快的，整个永恒海内惊天动地的轰鸣声陆续的爆发，永恒海的大浪一掀起，惊天动地，甚至永恒仙域也都颤抖起来。好在这过程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圣皇与邪皇面色都极为难看的冲出海面后，相互看了看，都看出了彼此目中毫不掩饰的杀意。圣皇，这件事你要给本皇一个交代。被他跑了，此事应该是你给我交代。二人冷冷对望，数息后没有说话，各自一步之下离开了永恒海，回到了所在朝中的仙域内。刚一归来，无论是圣皇还是邪皇，都立刻在彼此所在的仙域内开始了搜寻。至于搜寻什么，除了他们二人，无人知晓。甚至连那黑色陨石的事情，能关注到者也都不多。实在是苍穹上巨人大手卡住的摇摇欲坠的残扇，其内不断散出的气息，已经吸引了所有的天尊与半神。传说当年圣皇在圣皇朝被邪皇朝陷入困局，即将灭绝时，之所以能突破，成为第一个太古，就是因为发现了一座不知多少年前从星空内飘游而来的大殿。没有人知道他在那大殿内发现了什么，出来后他就晋升成为了太古。我看过古籍记录，永恒仙域从有历史开始，每隔万年左右都会有一些天外废墟之物飘游过来，有的没有被永恒仙域牵引落下，有的则是成为了我辈修士的惊天造化。整个永恒仙域两大皇朝在之后的半个月里，全部都掀起了阵阵议论之声，无数修士内心狂热，对于那苍穹上的残扇升起了无限的渴望。半神也好，天尊也罢，一切都证明这残扇上有不多的太古气息，或许在这上面存下了晋升太古的机缘。白小纯这里同样在这半个月中多次关注苍穹上的残扇，也听到了来自众人的议论，更是凭着自身天尊的修为，找到了一些他之前看不到的古籍。传说中星空外的那巨人主宰毁灭了整个星空万界，也正是在他的毁灭下，整个星空一片漆黑，万界灭亡，没有任何生命存在，只有那一处处荒芜的废墟与碎裂，成为尘埃的残骸碎片。这些废墟偶尔会漂浮靠近永恒仙域，虽然不多，可每一次到来都会成为永恒仙域修士的造化。白小纯放下手中玉简，结合自己所了解的一切后，对于这扇子的到来已经有了判断的他，此刻目中也露出激动之意。太古气息残缺的世界至宝，白小纯心动的同时也有着急，实在是那扇子并非固定，在那摇摇欲坠下，谁都可以看出，怕是用不了多久，他将离开巨人的大手，继续飘向星空。而圣皇与邪皇也不知为何，竟没有想要将此扇留下的想法，也没有下达让人去残扇上寻求造化的旨意，而没有他们的帮助，哪怕是天尊也都飞不到那扇子上。更渐渐让两朝天尊众人疑惑的是，这半个月里，无论是圣皇还是邪皇，居然都没有出现过。好在没有持续太久，又过去了数日后，失踪的圣皇突然归来，更是在归来的一瞬，其神识就横扫整个圣皇城，召集满朝权贵立刻觐见。从其面色上看不出他的心思，只是那目内隐隐露出的阴霾，使得匆匆来到皇宫的权贵修士纷纷心神不安。哪怕白小纯也都小心翼翼起来，脑子里琢磨着自己这段时间应该没再干出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后，这才心中安稳了一些。实在是这一刻站在龙椅前，冷冷看着众人的圣皇，其身上再没有了往常装扮出的温和，好似撕下了面具，露出了其真正的模样。那目光内带着阴冷，全身上下修为的隐隐散出，形成的威压，使得整个皇宫都陷入到了压抑之中。就算是古天君三人，也都内心咯噔一声，相互看了看后，站在那里低头不语。皇宫一片寂静，许久之后，圣皇望着下方的众人，脑海浮现的是这半个月里，他用尽了手段，也都没有找到半点线索。至于苍穹上的残扇，看似造化，可一方面对他吸引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那块黑色的石头，他心中有种不祥之感，本能的就不愿再去靠近。他的这些心思，圣皇成权贵虽不是完全了解，可也能猜出七八，此刻也只能无奈。这该死的家伙吃了那么多的天龙鱼，又吃了那么多的莲子，居然还活得好好的，这就是个祸害啊！天龙鱼被他糟蹋了，圣皇城差点被他给毁了，
莲子都几乎要空了，他的同谋居然还成了圣龟，当初就不该让他留在圣皇城。看着白小纯的背影，众人心中憋